我比他大8岁，决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下了很大的决心，但现在我慢慢发现我们不合适。我很爱他，也是真心想娶她。我们都离异过，我们更能够理解彼此，而且我是真心对他好。他口口声声说对我好，可是他平时是怎么做的？我让他改那些缺点，他根本就不听我的。我不太会表达感情，我愿意为他做出改变，希望他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能走到一起，真的不容易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李先生，37岁，来自湖南，汽车售后服务。女嘉宾周女士，45岁，来自贵州个体。来，有请。好，你们俩谈恋爱多久了？有了2、3年了吧。2、3年了啊！当时谁追的谁啊？我追的他。哦，他追的您啊？对。啊，怎么认识的呀？就我们认识10几年了，以前就开服装店认识的。啊。认识，然后都10几年了。有认识10几年。然后就15年的时候，他就追了我1年。他为了追我，就还本来他自己有房子住的，他就租房子租到我一栋楼5楼去，我是住3楼的嘛。然后就经常帮我做一些就是我做不了的事嘛，就比如说我在网上买一些那柜子什么来的装不了，他就去帮我装。所以说您的年龄什么他都很了解是吧？啊，对。在这个岁数不应该是初婚吧？不是，他离异，我也是离异的。哦，都是离异的。对，他12年离的婚。我是10几年前就离婚的了。因为以前就认识嘛，大家都有电话嘛，同事嘛，然后他就离了婚，离了几年以后，他就一直给我发微信。给大姐发微信干嘛呀？就是聊聊天而已。哦，就是聊聊天。对。后来怎么就想追大姐了呢？因为她漂亮啊。哦，因为她漂亮，我喜欢她。啊，你喜欢她？今天为什么来啊？就我们最近就老闹矛盾嘛，特别是最近这半把年老闹矛盾。为啥闹？闹很多。首先就刚开始他追我，让我感动了，我跟他在一起。刚开始还可以，但是时间久了，我就发现很多都，就是好像都不行那种感觉。首先就是年龄问题，我比他大8岁，我慢慢就觉得好像就是差异很大。我的身边朋友啊就说，哎呀，这种看不好，姐弟恋看不好。反正身边人笑我，然后我父母也有一点点那种不同意。然后我就，反正就感觉很大的。不是你过去不也没在乎过年龄吗？刚刚开始的时候是给他感动了，我就答应和他谈恋爱，但是时间久了就是不一样的。身边朋友会说，家里人会说。我相信年龄这个问题不应该是最主要的，还应该有其他的事儿。就是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有时跟他聊天嘛，他就说想生一个小孩。你想一下，主持人，我这个年龄了是吧？我自己都有2个小孩，他也有一个小孩，都3个了，怎么生小孩嘛？再说我也不想再生一个小孩，对我的孩子不公平。他都说，哎呀，那你实在不生无所谓，但是他已经提出来了。我都跟你说了，说得很明白了，是吧？我说不一定说一定要生小孩，生小孩之前我。但是你已经提出来了，你已经提出来了，那就我心里面就有个结了，是吧？我就感觉我，如果跟你结婚的话，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你，是吧？我就不想害了你。明白。我问一下，您的2个孩子跟谁啊？我的孩子跟我。跟您的孩子跟谁啊？跟我。哦，那还真是。那要再来一个还挺麻烦，4个就是嘛，就是嘛，辛苦的是吧？对。孩子你要不要？可以不要是吧？可以不要。不是，我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。但是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啊，对吧？就比如说他大男人主义，你别看他比我小，他管起我来挺厉害的。哦，他怎么管你啊？真的，就比如说哈，我以前我是开服装店嘛，以前有点积蓄，我就7年8要在我老家贵阳那里买套房子，他就死都不同意。我说我喜欢，他说不行，他说你在深圳这边买，因为我们现在在深圳那边嘛。我说深圳这边买不起，对吧？他就说不行，反正你不能在那边买。是吧？然后我就觉得，因为我朋友介绍我去的。你连一个朋友的话都可以相信，我这么爱你，这么保护你，为什么我提出了一点点小的建议，你都不听呢？但是我都跟你讲过了，是吧？我都跟你讲过了，深圳这边是买不起的。您自己买，他怎么能阻止到你呢？他就不准我去买呀，他就说如果买了的话，就说我不尊重他，他是男人，我不尊重他，他还。那次还跟我闹得很厉害的，就说好像就是要分手的那种感觉，是这样子。我们闹得很厉害。我只是说从侧面说吓唬他的。吓唬他的。行。但是你这种吓唬的话，我会记在心里面啊，是这样的。
结果我买了，然后我们就吵了一大架。还是买了？还是买了，因为那是我想做的事嘛，对吧？是我的家乡嘛。买了以后我们就吵架，就冷战了1、2个月这样子。反正我就觉得真的这方面的话，就是很让我就是说又打了一个心结。后来怎么缓和的呢？人家买了，没意思嘛，我们就慢慢的跟他聊天。他又哄我呗。那你们俩的钱现在是怎么个火活在一起了呀？还是各花各的呀？不，他以前的钱的话就是给我保管的，就跟我在一起就给我保管。最近他不给我管了，最近他就我也是男人，我要用钱呢，是不是？你说你买车，结果你拿去干嘛了？你还不是到处跟那兄弟喝酒啊、应酬啊，就乱七八糟的花这样子。我管他的钱，还不是为了他好嘛？结果他的话他就不让我管了，最近不让我管钱了。我知道是你为我好，但是我也是个男人，我需要有钱的时候用钱。你要用钱的时候我会给你呀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拿去的话，你说买车，结果买车没有，你这样子说的话，我就觉得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我拿钱无非就跟我的朋友、同事他们出去喝点小酒。你喝酒，你不是喝小酒，你知道吗？就比如说这次过年了，我带他回我老家去茅台镇，知道吗？我是贵州茅台镇的，我们那里都很能喝酒的。他以为他很厉害，逞英雄哦。他想做英雄嘛，想喝2杯给我家乡人看看。你不想想你什么料子？我家里的人都是喝酒长大的，我是茅台镇的产酒的。他去跟我那个哥随便敬2杯，还有我的小侄子，我一个小侄子就把他灌倒了，2杯就把他弄倒了。人家当喝水，他呢不行的，他一喝就喝倒了。不是你哥哥说，你第一次来，我们干一个了。你要是不喝好，怎么的，一说一大堆了。好了，你喝酒就算了，对吧？那我让你喝是吧？你喝醉了，你干嘛了？你知道吗？他喝醉了很搞笑的，真的是，就在那说，哎呀，你们贵州的山啊，好多啊，路又不好啊，你看这些地方都没有我家乡好。你看我家乡都是田园啊，山也好，水也好。哎呦，我真的晕死了，哪有这样人的？说人家家乡不好，说自己家乡好。那你让我人多丢脸啊！你能听吗？是不是？你说我家乡不好就算了，你还说什么了？你还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地这个菜不好吃，那个菜也不好吃，哎，你很搞笑啊你！你说没说？我说了。真的，他气得我真的是，我当时就想回深圳以后分手，就是这样子，我就回深圳以后分手是这样子。为啥没分掉啊？又哄我呗，他真的说实话还是挺关心我的啊，就说跟我出去散步啊，走到哪里。就到你们老家喝多过一次，平常不会乱喝。哦，有喝，他回到深圳，他那次说改，我也相信他。结果回到深圳以后，他又跟几个兄弟去喝酒，我就说你去少喝点，他答应的好好的。结果几杯一斤下来，又马上又忘记了，又跟人家喝。去喝酒也是因为工作上面的事情聊聊天。哎呀，我明白你动不动就说你工作上的问题，结果你喝。我当时呢，就是其实我是开了句玩笑，对面有他有个兄弟很会敬酒啊，我就随便在他耳边说上，我说这个人呢情商很高哎，他就马上你要逞英雄了，就哎呦，我就当时知道我说错话了，他就站起来跟人家就干杯，一个一个的敬，完蛋了。你不是茅台镇的，你喝酒跟喝水似的，您上来来2杯呗。但是我就不喜欢喝酒，我对喝酒不感兴趣，因为我这个人对身体上面我很保护的很好。后来呢？对，然后他喝多了就手舞足蹈的，又抖腿，那我就觉得很丢人，我都掐他腿了，他还马上站起来说你掐我干什么？他一说一站起来的话，就凳子一推，然后就把人家那个大的空调酒楼里面嘛就撞坏了。当时人家酒楼服务员都过来了，他还说了一句：“你回去吧，你不要管我。”当时我就回家了，我气的就回家了。我怎么出了事儿你跑了呢？他都把我气到了，我不跑，我还在那儿丢人现眼啊！那你应该帮他的呀。我帮他干嘛？他都叫我走了，那我总要点脸的吧，是吧？然后我回去以后，我跟我的同事他们一起喝小酒了，那天喝多了。也不是因为我们2个人的事情。哎呀，反正你就是控制力很差，我跟你说。行。对，然后我就回去就等他有几个小时，等到凌晨3点，他都还没回来，4、5点的时候回来了。你说怎么了？回来的话，哇，全身吐得脏不拉几的，而且我是有那个洁癖的，吐得脏脏的，还不说。诶，我说，因为我打了他1晚上的手机，他都没接嘛，一看手机、钱包全部都飞了，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我都不知道他去干嘛去了。你说这样子，我怎么跟他在一起？那天晚上我是喝多了，也不是因为我们2个人的事情。行，你就别解释了啊！哎，我倒觉得你们俩真应该分手。大姐，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。你看啊，在酒桌上你一个眼神说这个人的情商很高，他马上就吃醋了，对吧？他情商比我高，说明你喜欢他，是不是这心理？然后人家马上冲出去喝了，说明他心里全是你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可是，在你的心里是什么呢？当他出事儿的时候，你嫌他丢人。你跑了，
然后回来你还说，你看你吐的手机和钱包都没了，那你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一起照顾呢？哎呦，我都给他气的，反正就是挺有意思的，就是因为我这个性格就是你说一件喝酒的事儿，我就突然觉得可以分手。当然了，肯定这是我的意见，你肯定是不分的是吧？你能告诉我这大姐有什么好吗？我真的很喜欢她。你喜欢她什么？除了好看之外，她有一个善良的心。她对你有什么善良的呢？其实我这个人很喜欢喝酒，每个星期出去喝3、4次了，每天晚上几乎上不是喝酒就是上班啊，回到家里无非就是。哎呦，你讲到你那个什么那个回家，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很邋遢，4、5天才洗一次衣服的，堆一大堆衣服在那儿。然后的话，我就因为我是有洁癖的人，然后我是做售后服务的，很累的，每天从早上7点钟出去，有的时候晚上11、12点钟回来，是不是？我回了家里我就想休息一下。反正你那是借口吗？你那个家里搞得那么脏，然后的话，几乎上每天凌晨3、4点才睡。你想我的生活习惯那是不一样的，我生活习惯是10点、11点就必须要睡觉的。他是熬夜熬到3、4点的，而且又邋遢，那个衣服到处1个星期洗一次的，堆在那儿。我的话每天都是要洗衣服的，所以生活饮食也不习惯，是这样子。我的衣服也分的浅色和深色，我都慢慢的分出来的。我这么想的。好了，这个也不说了。你们谈了也有2、3年了，对吧？您觉得不合适是吧？对。你想分是吗？就是怎么讲呢？其实我来到这里的话，就是说我也很矛盾，也很纠结。我就说，他如果真的能改正过来的话，我还是会考虑一下的。我说来这里请几位老师帮忙一下。这么说吧，您是不是还有点舍不得他呀？对，还是有一点点的。你还想娶大姐吧？想。你孩子多大了？13岁了。男孩女孩？男孩。这儿子觉得这个能做他阿姨吗？我们在一起聊过这个事情啊，他没有意见的啊，没意见。您家那2个孩子呢？倒是没意见。哦，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啊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最大的阻碍是在您这儿，对吧？对。你觉得他邋遢，他大男子主义，是吧？对，这个他好喝酒，对，特别喝酒我接受不了。好，明白了，让他们给您分析分析，好不好？看下一步怎么办？咱们一起进入。大姐刚才一直跟我们说，如果大哥能改的话，你还是愿意继续跟他在一起的，对吧？但是他。
感动以外，他身上的那些小小的那些毛病，在你看来都是一根一根的小刺，你有一点受不了了，有一点忍受不下去了，所以今天才会来嘛。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就是你现在对于他的状态。大哥其实今天还是满心的想要把大姐领回去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，我很喜欢。我相信您能改，但我不相信在大姐心目当中。但是如果先生，你知道你的女朋友她心目中理想的老公是什么样子吗？他希望是平平安安，工作上面也不是说有什么大的起伏。你认为他的理想对象是能够给自己安稳生活、工作不太起伏、收入稳定的人就好？对，这是他理想的对象？对，是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所以他有点不了解我。刚才我已经说了嘛。他非常不了解你，对呀，我都不知道这先生哪来的勇气，这么执着的爱着一个根本就看不上你的人。他就一根筋。他一根筋啊？嗯。你也挺奇怪的。如果说真的像这位男士所想的，你希望的对象是安安稳稳、有稳定收入的这样一个先生的话，你们其实可以过得非常好啊。这些都不缺呀，就是缺。他就是不爱他呀。不是，他就是他喝酒让我讨厌啊，我接受不了。先听我来讲啊。其实对于再婚家庭来讲，你们二位已经是非常理想的组合了。在我看来，彼此踏踏实实，孩子接受你们，财务统一，经济没有纠纷，还有什么矛盾吗？没有矛盾啊。那为什么在今天现场你那么激烈的说他呀？我都听不下去了，那机关枪一样噼里啪啦，我都不知道这男人怎么承受的。我觉得你看不上他，或者对他有不满意，没有任何问题，但你要尊重他。我满场听到都是你对这个比你小8岁、热烈的摸不着头脑爱着你的傻男人的不尊重，这样就不好了。如果你嫌弃他，就是愣头青一样，因为你的一句话就跟人拼酒，拼完了以后就醉酒发疯。如果你嫌弃他，就是这么一个糙老爷们儿，4、5天洗一次衣服，这样的男人多了去了，都不找老婆了吗？如果你嫌弃他，只有2个方法：一，帮他改造啊，你不是爱他想跟他在一起吗？帮他弄，帮他洗。还有一个，不喜欢就分开，不要不尊重他，不要说那么多伤人的话数落他。其实先生，我想跟你说的啊，真的不是说你多努力就能和他在一起，你压根儿就不是他想要的那个他。最初和你在一起，真的是因为你的热情、你的年轻、你的朝气，甚至你那股愣头青的状态，这些打动了他。但是长远来看，你不是心中让他理想的那个对象。我始终很担心你达不到他的要求，我并不看好。但是我觉得可能要让这位先生一下子放弃做不到，那么至少请先做到一点，请你尊重他，彼此尊重才是感情的基础。希望你们能够找到和睦相处的方法吧，一起加油吧。谢谢严老师。我觉得你们2个人就一点不知足，就是女士大姐完全不知足，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。其实我觉得2个人往下走的这个路都已经铺好了，就只要说奔着这个大方向往下走，日子会过得很幸福。可是您就是觉得好高骛远，我非要找一个不喝酒，然后呢也特别干净的男人。但您听没听说过一个词儿，就这世界上人无完人，您身上也有毛病吧？但他始终从来都没说，在他眼里就是完美的。就其实他给你的生活当中已经带来了无限的希望，给你的未来带来了无限的憧憬。但是您非要就说要改造一个人，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能不能改变了你想要改造他的这个想法呢？
你如果能的话，那他也能改；你如果不能的话，他也不能。就我不用你戒烟变干净了，你能改变这个想法吗？一下子可能做不到。对呀，他也一下做不到啊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嘛，是吧？只要换一个角度去理解对方，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。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你是个粗糙的男人，每天干着风吹雨打的工作，你的生活就是满身臭汗，邋里邋遢。所以你应该找的女人是每天帮你洗衣服，喝酒解乏的时候陪你喝杯小酒，喝醉了的时候懂得去服侍你的女人。这种踏实的女人才是你应该找的对象。但是我知道，有的时候事实偏偏相反，越是粗糙的男人，越想找漂亮的女人，但是自己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在对方心目当中的位置。你以为你住5楼看3楼你就能找到她呀？你只能惦记，但却得不到。至少到现在为止，你不光没有得到她的心，得到她的认可，你还没有得到她的尊重。你是在踮着脚仰着下巴找爱情。当然我想跟大姐说的是，你们俩都在深圳奋斗，你除了保养得好一点之外，你的命运跟他其实差不多。这个男人其实挺踏实，每天干那么多靠力气去换钱的活儿，你要是爱他，你就会心疼。你会跑到他房间里面，一边唠叨着这家伙太不爱卫生了，然后一件衣服一件衣服，一双袜子一双袜子拿着去搓了。你那叫当别人的媳妇儿，当别人的女朋友，而且你还比他大8岁。你应该更懂得生活的本质是踏实、真诚、可靠。我不去排斥或者说评价你的生活有多么不好，因为每个人有生活的选择。有洁癖那是你的权利，想要过上更品质化好的生活也是你的权利。如果你想要过那样的生活，请你别招惹5楼的他。是他先招惹我。哦，那你就别搭理他，因为你自认为你的层级比别人高，那么这样的一个忠厚甚至有点笨的男人，你就不要去招惹他，更不要去收别人的工资卡。其实你也不容易，你带大2个女儿，所以你的生活目标应该更明确一些，好不好？他今天肯定是不会走的，一个男人正在迷恋着你，他肯定不会走的。但是请你主动一点，因为你明明知道主动权在你这儿，好不好？我就是被他。不会，我说你负责任，对自己对他多负责任，好吧？我觉得有一个道理是最基础的道理，我就问你，你不爱一个人，你能跟他生活一辈子吗？你说你还能，那你就继续招惹他。你要是不爱一个人，你又不能跟他生活一辈子，你就赶紧离开他，因为他是认真的。你是特喜欢他吧？你有喜欢一个人的权利，对吧？对，喜欢着，别干扰，别打扰。人家如果今天选择离开的话，就别死皮赖脸就行了。我相信你不是死皮赖脸的人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大姐只有一个要求：如果你今天留下来了，你回去你就好好对人家，要不然你就走，好吗？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真情六回。阿红啊，我知道我有很多缺点，也不够喜欢，但是经过了专家的这里一说，我相信我还是会改的。给我这个机会，相信我，让我牵着你的手，一起白头到老。给我这个机会了，我想牵着你的手走下去。如果你真的改得过来的话，我还是要考虑一下，但是我怕你改正不过来。放心，喝酒的事情，我相信我一定改得掉。好，时间到，
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行，认低头了，还好。快，快一点。哎，刘斌，干嘛你？第一次吧？对。我们没人逼你啊，自己的选择啊。其实我这个人也不是很傻，刚刚听了几位老师的说话，我马上就头脑也有反应了。我发现我自己真的有很多不足。好好的在一起吧。我们这订婚环节就是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奔着结婚去谈恋爱，所以你们先谈着，好不好？实在不行，分开也可以，谈得好就结婚，好吗？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送上我们的礼物。来，有请小花童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